男的当着大街，几个人站在我面前，就扇我耳光，扇得火辣辣的疼，你没有办法反抗。这就是农村的这种残忍吧，就是这种霸凌，就是非常非常。我是要考高中读大学的人，你一个女人，你再牛逼，你在学校里再厉害，你再飞扬跋扈，你不过是人家的一个鸡，早上起来擤鼻涕，鼻涕纸，跟我说婷婷，你帮我扔一下。然后我真的就帮他扔了，就是我为了维护这个室友关系，你就想想我就是一个很强势的人，在那个大学就变成了这样。我就第一次有人站在我身边说你不能欺负我的室友。然后说到这儿我就有点激动，所以这种霸凌其实对我的影响还是挺大的。I'm alone， 我是一个人，那我可以自己亲手建立我自己的 community。你刚才说到北京这个身份，其实你是有一种下意识的反抗的，因为我知道什么意思。因为一说北京人，马上脑子里绝大多数的，尤其现在我们在美国，或者你接触了很多的国际的媒体啊、NGO 啊什么，他们一说北京，他们马上想象的是那个权力的中心，然后发达的城市，广阔的马路，但很少有人这么细的进入一个北京远郊，我们认为是远郊哈，对不起，我有这城里人的这个语言方式，远郊山里头，但你这是特别独特的。其实我们知道，在一个北京延庆山沟里的孩子，他要走多少路，尤其他还是女同性恋，又有非常清晰的这种自我意识的，他要走多少路才能变成一个公共的行动者和一个后来被外交政策被 BBC 都称为是巾帼英雄的一个人，这条路是非常长的，但是外人或者外国人他们不知道这条路有多长，你把这个讲明白。对，我其实我觉得我从小就是挺普通的吧，我并不觉得我跟别人比其实是一个很特别的人，对，但是我知道就是说我不能被欺负，我被欺负了，我要想方设法的去反抗，对，所以在我上小学的时候，就是也有很多这种霸凌，因为我的小学1年级的上学期是在这个延庆读的，所以我下学期我家里人搞定我的户口之后，我又要搬迁。我小时候就经历太多了这种搬迁，然后当我又回到了我们当地那个村子，就是隔壁的村里读小学的时候，我又成了一个外地人。然后别人又开始欺负我，乡巴佬、外地屁又开始叫上了。然后我还记得我隔壁一个小男生从家里拿个针扎我大腿，对，就是当然他只是觉得好玩哈，但是我作为一个新来的转学生，那我这种体感是非常不好的，所以就是后面也是开始跟男孩打架。然后男孩打架呢，你以为他男孩打架他是拳打脚踢哈，不，他用指甲 K 你脸，直接给你整毁容。哎呦，对，就是你以为男人打架是那种李小龙似的，但其实他们非常的不要脸，用非常对，就 K 我脸，我这个脸上就到现在都有那个疤，就是被那个男生 K 的。那男生还特逗，这个无名指和小指都留了长指甲，所以就是怎么说，就跟大家的各种想象都不一样。对，跟大家的各种 stereotype 都不一样。对，当然就是我有时候就是也会欺负比我长得小的男生，就一脚把我踹下沟呢，上不来。跟女生的关系呢？跟女生就也还行吧，就因为我也比较爽朗，所以跟女生大家就也就比较喜欢跟我玩。但是我上小学
4年级之前我从来没有朋友，因为大家都知道我是外地来的，然后我跟他们从小也没有一起长大，反正就是跟他们的这种没有一个连续的交往，对，然后直到我上5年级，我开始参加合唱团，然后我开始认识邻村的一个朋友，我们俩开始相约一起上学，没有发小，然后就连到从顺义、延庆、顺义这么2个县之间都有这个地域歧视哈，对，特别活生生的。是的，那到一个，所以你这个安全感，就你这自信心是怎么出现的，怎么形成的？我觉得自信心就是他们不对，他们有问题，对，然后我小时候哪受过这种气啊？我3岁之前都是被捧上天的那种，对。然后就是你一个人，就你可能误打误撞在这个世界上，你遭受了很多挫折，然后最后你都发现说你要反抗，包括我爸也告诉我，欺负你你就干回去，你要反抗，就他的那种正义感就特别的质朴，你知道吧？当然也特别的暴力，对，他包括以前他自己就是在公交车上啊，就是我当时从西安回来，我爸坐着公交车，他也没车啊，穷人坐着公交车。转了好几趟地铁来北京西站接我，然后接我的时候，我当时就拿大包小包就在那站着，然后那个售票员那种北京的售票员哈，就是，哎，你看大家让一下啊，把路腾出来，别挡着路啊，就这种吆喝，这种北京话的，然后他就一直让我，就是我已经没有地方站了，车上特别挤，然后就是你说就北京那种公交售票员，他就是好像就是要显摆他点权利哈。他就是让你要各种挪，就你在车上你就是不能做你自己，你就得各种挪地方，然后就老让我去挪地方。终于我爸受不了了，就怒了，然后就直接来一嗓：“你有完没完？”然后就把他给吓，就是那种怒吼，就是把售票员给吓一跳，感觉要打他了，吓一跳。然后我就跟我爸说：“我说没事，你别理他。”然后那个售票员终于闭嘴了，就是真的是就是你如果没有一个人针对他，就觉得他一直可以这样做。啊，这种小市民的这种从小地方就一点点他都觉得好像他在所谓的权力上位哈，他就是这公交车是他的，他就可以往下欺负。对，是的。然后他一眼看见你所谓外地人，他就觉得他傲慢了。对，是，就是因为我从来没有觉得我是北京人，是因为我大学是在西安读的，我没有考上首师大，然后也是差了几分，但是我过了一本线，但是我没有考上首师大。然后我当时的愿望其实特别淳朴，在北京当个地理老师。对。就是我要当老师，我觉得老师这个职业比较神圣，这就是我高中的很质朴的想法。然后高中我还写了，高中那时候也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吧。对，包括我上大学大1的时候也提交了入党申请书，然后警察来就说你们西安长安大学为什么出现了一个这个走资派，所谓的啊，就是感觉就是不太 trouble maker， 就惹事儿的警察。北京公安局还专门去长安大学调过我的档案，发现我递交过入党申请书，就觉得我还是一个可以被拯救的学生。对，所以当时就是你知道，就是他们都认为我还是可以被拯救的，我还是会拥抱党的这个统治的。但是我大2，我观点就变了呀，就是我再也不觉得说，我再也不想加入共产党了。到大4，我还给我们的那个。我们班级有2种辅导员，另一种就是管档口的，他也是我们的导师辅导员。然后就是他会教我们一门课，就带点思想政治那种吧。然后让我们交毕业论文，就是那种作业，也不是毕业论文哈，就他那门课的作业。然后我就写了一篇文章，叫《我为什么不加入中国共产党》。然后我们班一共有31个人，然后我有2个北京人被录取了，第一个估计是也不知道是城里的还是哪儿的，直接就没来，直接录外地调剂的嘛，肯定是。因为北京人，我们班就当时去外地的高中也就2个吧，2、3个，我就是其中一个。然后所以即便我的序号是2，但是我也是我们班第1个人。对，所以就是我的学号，因为北京是 B 嘛，本来他就排的拼音他就排的很靠前。然后我一共录了2人，另外一个人直接没来。然后我心想着说，再读1年，你不一定能读得咋样，对吧？时间成本也是成本，加上那时候我失恋啊什么的，然后谈女朋友就非常的不开心，觉得人生都塌了。然后我心想，那我就远走高飞吧。于是我就去了
一个鸟不拉屎的长安大学。这长安大学特别逗哈，他写的所有的地址都是在西安2环小寨那儿，特别繁华。但 actually 我整个4年都是在他的新校区，就是西安一共有3环，我们在3环外。就你又跑到了西安的郊区。我从来没有体现过，就直到我毕业之后，我才真正作为一个毕业生，在北京人民中心，在城里生活，在西站附近有一个地方叫北蜂窝路，在那边的一个办公室，开始我真正作为一个城里人的城里生活，就是我一个农村人，北京农村人在北京城市，对，所以我从来不觉得北京是属于我的。特别好，这个状态特别有趣，就是让我就一边听你说，我就一边在反思，就是因为真的好多事儿被大家太想当然了，就刚才咱们说的，这一说北京人，就马上觉得是城市人，然后所以你才反复强调我是北京农村的，然后确实有这，因为可能很多人不了解，我们知道，就是北京人学生说那个只要能留在北京，绝不去外地，觉得去外地就是这个词儿哈，去外地简直那就是最末端的末端了。我记得当时我们高中同学一波一波的轰去北工大，他们也觉得北工大天天躺着不学习，也不能去外地。然后有一男生就考了复旦，现想复旦多棒啊！对啊，当然也就被认为是一个 loser， 就是他去了复旦，就那种口气，你知道吗？就这种下意识，由于你学分你的录取成绩比别人低嘛，所以就想当然的就我要留在北京，所以就这些有一种下意识的这种优越感，和想当然对你就是在你身上就完全不存在。我高中也不想出去，但是我的老师说，哎，你多报几个平行志愿吧。所以等于说我是当时报了山西大学、长安大学，还有一个什么大学，报了公共管理这个专业，因为这个专业就是听上去就水水的好录，对，所以我的导师让我报的，然后我老师让我报了之后，我就报了，然后我就录了，然后也就更加彻底的改变了我对于，我就更加形成了我这种我不是北京人的这样的一种观念，因为我大学也不是在北京读的，等我回去跟我那些初高中同学聊天，我口音也变了，然后他们就说你是北京人吗？对，就是因为我如果真的用北京的口音跟我外地的同学去交流，我说语速是很快的，然后他们有时候是听不懂的，所以也就把我的口音培养成了现在这样，就相当于普通话，对，带着点北京的这种就儿化音的这种感觉的，对，所以我就觉得是，所以我从来不觉得自己是北京人。但等你离开北京，离开这种小圈子，就是自己创造出来的所谓的优越感，等我们走到更大的世界，才知道你这种从一开始就没有觉得很多特权是存在的这种放松感特别重要。这个可以让你特别快的在新的环境里随时去吸收能量，就是吸收这个方法。我记得那会儿我大学同学也是，你说了一句话，说吴薇你不像个北京人，是表扬。后来对，然后这么说话这人是个西安人，我还花了很长一段时间才消化这个东西，就跟后来上海人也知道，一说谁说哎你不是像上海人。对，但是我为什么反复说这个，就是这个现在我们回到中国的那个状态下面，其实就能解释好多，就是因为很多人都会想你这个李婷婷你怎么就走到今天，就从来不怕对抗，从来不怕采取行动，但是你身上一点都不激烈，这也是我一直观察你的好奇，就是所以就你这个怎么能不激烈，然后但从来都知道自己明确的目标是什么，然后又不怕攥紧拳头，但又随时可以非常心平气和的接受不同的观点和差异，你这个能量是从哪儿来的？这个我觉得其实这个是有一个过程的。对，就是我上了这个大学以后，
西安本地人对我的霸凌又开始了。天哪！我当时因为大学就是那时候那个年代的大学普遍在扩招，本来4个人的宿舍变成了6个人，然后一边是这种有桌子，然后有这种上铺，你只能住上铺，下面就是你的桌子，另外一边是2张上下铺，所以首先这个宿舍的资源就是不均等的，就是如果你被分到1号和2号，你是有自己的桌子的。如果你被分到了这个，就是隔壁，你是没有桌子的，就一个房间里资源都不均等，你就知道这个学校他在做这个东西时做的多差，就是公平基本的这个平等在哪儿？没有。然后而且我们是个混合宿舍，我跟一个天津人跟广播电视编导的他们是2本线进来的3个西安人住在一起。结果就是那3个人就是开始抱团，他们舍陕西话，那时候我根本也不懂陕西话、西安话，根本不懂。陕西话我没反应过来。对，我也是后面慢慢才学的这个语言，因为我就是入乡随俗嘛，你去了你就得了解当地的这个语言。然后就他们就是说，就是我也是慢慢学的，然后跟他们生活，就是他们3个紧密抱团。然后我又成了单不楞的一个，然后那天津人因为受不了这种混合宿舍，跟导员提出来要换宿舍，他就换到了别的宿舍，跟别人抱团去了。然后我一个北京人又跟3个西安人，这宿舍的 dynamic 就是这样的。然后会发生什么情况呢？半夜11点、12点，我已经睡觉了，他们回来了，抱着花儿，然后在那说：“啊，楼下有人给别人送花了！”大声的嚷，然后于是我就得了神经衰弱。故意的还是就是他觉得无所谓，反正这宿舍就我们4个人，我们仨高兴就行，那个人不存在。是的，对，是后者是吧？对，所以你说我作为一个北京人在西安，我受到了什么？我享受了什么特权呢？没有任何的特权对于我来说。对，然后包括你说那个公交车上我拿着行李，你说他会认为我是外地人，我都忘了。但是就是这样，他就是觉得你是外地的。是的，因为你大包小裹的。对，所以你就是外地人，所以他就可以这样对待你。对，所以就是这种外地人的待遇伴随了我整个大学。对，那我觉得都不是伴随我整个大学。我去英国读书，我也是个外地人；我生活在纽约，我也是个外地人。就是我觉得我这辈子都是一个 outsider。对，然后我总要面临一个 fit in 的问题。对。那你什么时候发现我不怕做 outsider？ 就是特别特别清楚的，我不怕做 outsider， 甚至我要用 outsider 这个外边的这个人的状态来挑战现有的这些规则。其实我最后的方法就是我建立自己的社群，就在大学的时候。I'm alone， 我是一个人。那我可以自己亲手建立我自己的 community。所以我就开始，因为大学你的信息比高中要开放很多，我们高中其实还是很保守的。我记得我印象特别深刻，我高中毕业以后，我到了18周岁，我可以去网吧了，我有身份证了，我拿着身份证去网吧上网，然后我就开始查同性恋，查拉拉。那个时候百度词条和图片弹出来的全是那种裸体的女人，裸体的男的，然后那种色情图片。就是我搜这些东西，他给我的全是这种。我打开了，我赶紧把那页面关上了。我心想别人千万别看见，我就左顾右盼，我说别人看见没啊？我查这个。所以你可以感觉到那个时候我在高中以前，我对于自己的性倾向都是我自己是恐同的，我害怕别人发现我是同性恋，然后歧视我。所以到了高中上大学以后呢，我就开始自己有 QQ。然后在 QQ 上去找这种拉拉群，然后组织大家去西安的拉拉酒吧去喝酒，然后 hook up 约炮，就跟各种不同的人睡觉，然后通过这样的一些交流，我就有了自己的一个 community。然后办了几次这样的这种活动以后，我就觉得说不行。拉拉不能只在这种昏暗的酒吧里抽烟喝酒，然后用一种非常好像就是说只有这样的一种脏乱差的环境是属于我们的，就只能是抽烟喝酒这样的一些非常不健康的生活习惯。
然后大家只能在这样的环境下相遇。我说这样是不行的。然后同期呢，我开始在大学里面开展这种针对大学生的这种同伴的性教育，拿着香蕉教别人怎么使用安全套。对，然后教了10几次20次之后我就累了。我就觉得这本来就是这不是我的方式，就我又不用香蕉和安全套，对吧？那我就说那我得干点别的事情，于是我就开始找人在西安，然后那个时候我们就开始我当时就是在找到了一个我的就是伙伴，然后我跟他一起就成立了西安的拉拉小组，叫西安 Relax 同学社。然后我就说我要告别这种天天就只能在酒吧里抽烟喝酒的这种生活方式，而且我酒精过敏，所以你让我在酒吧里待着我是很难受的。对，就是我要别的方式大家可以认识彼此，然后我们就开始建立自己的这种 QQ 群，一开始都是在 QQ， 那时候微信我是经历了 QQ 兴盛到衰落和微信崛起到衰落的这样一个完整的过程的，所以我们后面才把我们所有的这些社群都转移到了这个微信上。对对对，所以那个时候我们就开始搞一些娱乐活动啊，相亲活动啊，然后也做一些小额的一些项目，那时候还有一些资金过来，然后去做。所以这个就是我想做的，然后我想做我就办成了，然后在学校里申请社团也是困难重重，一看做性教育，团委吓坏了，说你怎么能教这个呢？这不符合我们的宗旨。所以后来我就没办法，团委这条路行不通，我就在我们学校的心理学会下面挂靠，相当于我们是个校级组织的下面的一个部门。然后当时那主席也特别不乐意，但是我是直接搞定了他的导师，老师直接给我们背书，所以我们这个社团就成立了。对，所以我当时年轻的时候就觉得，只要我想干，没有什么事儿是我干不成的。就是我年轻的时候，就大学的时候就是这么觉得的。所以我用我自己的行动证明了，就是我不需要你们，我自己就可以自己可以创造一个自己的安全空间。对，所以这是我大学干的事儿。但是欺凌的话，其实是就是这种针对我的这种明目张胆的这种欺凌，是从高中开始结束的。因为高中的话，我在顺义十中嘛，现在叫北京4中顺义分校。高中的时候，其实大家都是来自顺义的，没有什么本地人、外地人的概念，所以基本上相当于大家都是本地人，都是顺义人。然后当时就是我们班上面有一个人，他就在那种黑板上就写那种特别脏的话，然后我就反对了一句，他说你说啥？就意思就是我反对了他，不行啊。然后他要后面下学，他说你等着，下学找了一伙人要打我，然后我们在就是教学楼到那个商店的那个路上，他们就来拦我了，然后一堆人就把我拦下来了。然后结果在这个时候，我们宿舍8个人，剩下7个人悉数到场，就站在那儿说你们想干嘛？那是我第一次，就我特别感动，直到现在我都特别感动。我觉得那是我人生中我就第一次有人站在我身边说你不能欺负我的室友。然后说到这儿我就有点激动。我也很激动。对，就是你的人生中第一次有你的同辈站在了你身边说你打他是不 OK 的。对，然后我就 OK， 对，这个纸。所以这种霸凌其实对我的影响还是挺大的。对，就是直到现在我就经常会跟我对象调侃，我说童年被欺凌，长大没朋友。就是因为我之前读过一个研究，就是哎呀，等一会儿再说，有点激动。你上大学了，然后就开始读一些这个研究嘛，就是你总是希望说找到解决问题的方法，然后那我就开始找，我说我怎么解决我这个很容易就觉得自己被欺负了这种心态。然后就读到了一篇文章，就是说主题就是童年被欺凌的人长大是很难跟别人建立友谊或者亲密关系的。然后我就心想完了。
完了，那我咋办呀？对，我就说我这从小就被欺负，各种欺负到大的，那我怎么去找朋友呢？我也觉得很孤独。然后，我是觉得我真的是我大学都没朋友。对，因为我又是唯一的一个北京人，然后我那仨舍友又是西安的，我后来又换宿舍了，换到了，终于换宿舍了。然后我听的就太窒息了，我仨线人，然后那么自私，那么你很欠抽的那种，我这怎么跟他们生活呀？我后来换宿舍了，因为我就跟一个广编的人在一起，然后另外俩人是我们班的，所以情况就好了一点点，但是也没有完全改善，因为住我这屋这个人呢，他爸是我们英语系的一个主任，他是关系户啊，对，然后他在他们班上是班长，为什么？因为他说了，就是因为学校他会有性别歧视的这种安排，他会让男的当班长，女的当团支书，这跟党还不一样，党委书记权力更大嘛，但是 actually 班长比团支书可能权力那时候更大一些。这女的就说不行，我只当班长，所以我们辅导员拗不过他，因为他有关系，就让他当了班长。然后这位广编班的班长，他有多任性，你知道吗？就是他早上起来擤鼻涕纸，跟我说婷婷，你帮我扔一下。然后我真的就帮他扔了，就是我为了维护这个室友关系，你就想想我就是一个很强势的人，在那个大学就变成了这样。对，就是我帮别人扔过鼻涕纸，我发现就是这种集体宿舍的生活确实挺锻炼人的，就能让我们形成最早的正义感和对抗感。但是你到最后，你需要得到好多能量和所谓的赋权，就是 empowerment， 还有自己要接受我因为这么一点点小事儿我要去 fight。因为一般人就会说这是你们小女人之间什么斗，其实不是的，它是最基本的这个正义感。我就突然想到这个事情，我完全知道你在说什么。对，所以其实我初中的时候，我也是很非主流的，就是我们一共班上大概有35个学生吧，然后到了初三的时候，因为我们有一个就是有会考和中考嘛，那我们其实是顺义区赵钱营镇中心中学，其实是顺义区最烂的中学之一，没有更烂，可能就是最烂的哈，就是最烂的。然后我当时是属于里边的好学生，因为我从小就知道我要学习，我爸重视我的学习，我要好好学习，为了我爸学习，对，然后就是，但是我跟一群在孤儿院的朋友玩得很好，所以我一直在这个社会的边缘，然后跟我在一起的人也是这个社会的边缘，我也看到了这个社会的边缘，这俩就是一对姐妹，她们就是被这个父母就是抛弃，就成为了孤儿，一直养在这个孤儿院，然后我们跟他们玩，然后他们其实就是从小也没有人约束他们，所以后面他们就是可能就是去做一些比如说商场导购啊，然后这样的一些生活，然后我们的生活也就渐行渐远了。但是那时候我就觉得他们给我也提供了很多支持，包括有人想欺负我呀，他们也会过来保护我，但是他们的那种保护就是你是我的朋友，姐妹一起，所以我要保护你。然后初中也没有像小学那么严重，小学霸凌严重到什么程度？我是6年级3班的，然后5年级的时候我开始在我们镇的中心小学读书，然后5年级的时候因为一句话得罪了1班的某一个女生，然后从此就跟他们结仇了，就是因为你不像别人一样忍，所以你把不公正说出来了。他们是一个小黑帮，就是小团伙，然后他们就要欺负我，然后欺负我到什么程度呢？他们班的男生要给他们班的女生出气，然后我在跟谁玩呢？我在跟一个外地
人的女儿在我们学校读书，她要交借读费的，就我还是在跟一个边缘人玩。你永远在主动找到最弱势、最边缘的。对，就是我在跟他玩，我在他们家呢，然后他们就要把我叫出去，然后他们家其实有家长，不敢管，因为他们是外地人。然后你要去保护这个外地人的孩子。对，他们要打我。我的妈的！他们要打我，然后那家的孩子和他们的家长，他应该是单亲妈妈吧，根本不敢管，然后我就没办法，就把我蹬出去了。男的当着大街，几个人站在我面前，就扇我耳光，扇得火辣辣的疼，你没有办法反抗。这就是农村的这种残忍吧，就是这种霸凌，就是非常非常，就是非常非常直接。完了，咱俩这成了一个哭哭啼啼的对话。哎呦，我这史上哭的最多的采访。哎呦，哎呀，就因为我说了一句话，惹一班的同学不高兴了。这叫什么？有一个就是那个小红书上经常说那个什么，那个死者死于话多。对，我就因为多说了一句话，然后惹他们班的女生不高兴了，然后这个男的就得当着7、8个人的面扇我耳光。回家我也不敢跟我父母说，因为我觉得他们可能也会很无助，也不知道怎么保护我吧。然后我就自己消化了，然后直到什么时候我才，我觉得我释然呢？当我发现，哎呀，等会儿，当我发现那个揪着我领子跟我打架的女生，她成为了我们当地黑帮的一个男的一个马子的时候，我就释然了，因为我发现他们跟我太不一样了。对，我是要考高中读大学的人。你一个女人，你再牛逼，你在学校里再厉害，你再飞扬跋扈，你不过是人家的一个鸡。真的，他后来就是好像就被这个帮派里的人就是随便睡。我就觉得女人为什么可以堕落成这样，就是我很朴素的女权主义观点。在那个时候，你再怎么厉害，你在这个我的中学里再怎么飞扬跋扈，你最后沦为了一个男人的附庸，那你图啥呢？我真的为他感到非常的可惜。但那一刻我就释然了，我就觉得我以后会比你们强，你们只会打我，而我会做出不一样的事情，我会有自己别的成就。所以尤其是当我上高中上大学，我就愈发的认识到这一点。这些人可能就是在农村，后来就自己就找份工作呀，然后结婚生子，然后就怎么样了，然后果然我跟他们不一样。我觉得也是，我也不知道，可能有运气的成分吧。对，所以我在大学的时候其实是非常激进的。就是你刚才说温和嘛，我是经历过一个很激进的一个阶段的。那个时候我把自己就泡在这个图书馆里面去读书，然后读这种库尔理论，福柯讲这个规训与惩罚，然后讲全景敞式监狱，说这社会其实就是个大监狱，360度无死角的在监控你。然后讲国家其实是一种权利。然后当他提出国家是一种权利的概念的时候，我特别有感受。然后家庭其实是一种维稳单位，我也特别认同。你把大家放到这种，那时候还是
一孩政策，独生子女政策，所以我们家就标准的独生子女家庭，因为再生没钱了，交不起罚款。对，我们家斜对面那家为了生儿子，最后罚了1万，所以那个小孩就叫1万，男的，他昵称就叫1万。对，所以可以，我们是独一代的小孩。这个时代怎么说呢？我开始反抗，然后我开始有了自己的理论体系来支持我自己。那个时候我记得我在看一些很老的一些女权前辈他们的编的一些女性主义的丛书，然后我就在看，我就在学习，然后我就开始了解女权主义，然后就开始，因为我们是做性教育的嘛，其实在中国做性教育没有那么多性别意识的，而且在做性教育的有很多是宣传那种禁欲的，就青少年不要做爱，对，是有鱼龙混杂的，所以而且他们是非常阳具崇拜的，他们就经常就把那避孕套吹起来放在自己两腿之间，就显自己的鸡鸡特别大，男的哈，因为做性教育也有男的嘛，而且男人在谈性的时候他们会更加自如，所以我见到这种我就开始进入我这种战斗模式，我就开始说你这是阳具崇拜，然后开始吵架，让他不开心，对，我就是天天怼男的，就怼了一段吧，怼了好几年连续，因为他们实在太让人无语了。对，就这种性教育里面的这种男性，他们比别人有更多的话语权。对，然后所以这也是为什么我后面就出去成立西安 Relax 同学社的一个原因。第一是性教育本身有很多男权分子，我不喜欢；第二是他们每天就是一种非常异性化主流叙事的这样的一套性教育的工具，其实是非常排挤同性恋的。同性恋只是在他们整个教程里面占非常小的一部分，所以我就说，与其如此，那不如我自己去干。就是好像这个是社会上比较开放的一个群体，所谓性教育，但是这个性教育是男性主导、阳具主导叙事的，他们更不知道还有人不需要阳具。他的课程其实是比较去刻板印象化的，他在宣传去刻板印象，但是在这个团队里有很多人是比较，就是这种叫用现在的话叫喜欢当爹的大小爹。爹味儿很重的这种，对，所以我就是觉得说，与其我要跟他们混，我要创立自己一个全女性的一个拉拉社群，因为那个时候我也发现了这种 gay 在艾滋病的议题上获得了很多资助，但是这些 gay 其实他们也没有什么性别意识，所以说与其这样，那我就再给自己创造一个更加我认为更舒服的一个空间，那就是西安拉拉小组，一群拉拉在一块儿，我也喜欢搞拉拉，对吧？对，大家跟拉拉跟异性恋在一起那种场域的那种 dynamics 也不一样，所以我就成立了西安跟别人一起成立了西安 Relax 同学社。对。刚才说到这个就是好多概念嘛，你看比如说像边缘人群，那一般来说现在好像社会在表现的一种宽容或者有一种这个意识，就是 LGBTQ后面再加一堆字母，但其实你看你说其实是非常细的，拉拉 gay 其他这种其实是不一样的，可是有的时候把这个整体归类了是有一个权利，就是互相抱团嘛，就整个还都是边缘人群，但真正在细节的上你就是再给我讲一讲专门就是作为拉拉这种身份的，从你最早的这种性的自我的启蒙和自我的意识，这中间肯定又有一层你被共同意识的霸凌，还有你刚才你说自己跟自己的这个你也恐同，然后你也在努力寻找自己的这个问题的答案，这个也特别 make sense， 因为我们都是要先解决自己的困惑和问题，然后发现在这个认知过程中间可以做更多。可你给我讲一讲，就是你整个这种从这个自我的性启蒙感受。然后怎么一步一步落实到就是我是拉拉，然后我要有一个拉拉的声音，但是还有边缘人群，还有更多的人，然后还可以到你现在今天的这个温和的状态，这个我特别感兴趣。我觉得这个确实也是一条线。对，你把对这个其实也是一条线。然后因为我小的时候，我其实对我父母从来不管我的一些着装，所以我爱怎么穿怎么穿呗。对，所以我父母也没有，就当然我爸希望我成为一个淑女嘛，所以起名婷玉立嘛，就是淑女嘛。对，然后我就觉得说，那后来他其实没怎么特别去管我，但是我觉得我
装扮故意男性化一些，是因为我想让自己看起来很强大。我小时候我要强大一点，对，所以我刻意不想展露我的脆弱，因为我不能脆弱，我在那样的环境里，对，所以我就要坚强，对，然后表现的自己很坚强，然后我小时候其实是有穿裙子的，4岁的时候，然后是穿裙子，有小时候那种照片，然后后来就长大了，就越来越不喜欢穿裙子，而且就是我们那个地方那个村子里的，其实我感觉男孩子还挺多的，就我感觉男孩比女孩多，就女孩就少，所以我觉得这肯定是男孩偏好的原因，对。就是他们可能女孩就没生出来嘛，直接就，对对，然后还有就是那个，我从小学开始吧，就会对女孩莫名其妙的那种心花怒放那种感觉，但你不知道那是一种什么，就是我小时候很孤独，所以我不知道那是什么感觉，但我能做的就是我送这个女孩上下学回家，送她回家。然后不顺路就是完全相反的路，就我先送他往那个南走，然后我自己再往北走，对，就这么送。因为那时候5年级开始骑自行车嘛，但这件事让你高兴，对，我就特别开心送他回家，我就想保护他，对，就是这种很单纯的这种想法，然后送过不同的女孩回家，对，然后。因为我跟我当时那个邻村的朋友嘛，我们平时一起上下学，所以我还得假装自己是个异性恋，然后假装自己喜欢一个男生。后来我就发现，就是说我不是那种 emotionally 的喜欢哈，但是就是那种我比较喜欢看上去清爽的男生，就干干净净、白白嫩嫩的。我不喜欢那种邋邋遢遢的那种男生，所以我就跟他说我喜欢一个男生，但是其实我不喜欢他，也对吧？我只是觉得他比较干净，是那种喜欢。对，就是假装自己喜欢男生什么的，然后后来那个男生还过来就跟我这个女生就是打情骂俏啊什么的，其实我根本就不 care， 对，就是他就是那种异性恋很典型的那种异性恋，就喜欢跟男生那种玩那种异性恋游戏的，但是我从小就没跟男的玩过这种游戏，他们也不这样看待我，对，因为我的这种性别表达比较偏男性化的短头发的性别表达，我觉得反而让我免于了很多这种性骚扰啊什么的，但是性骚扰在童年其实也蛮普遍的，也很多，这也可以是一条线，就可以讲，就是你看，就是所有的这种欺凌，我觉得我几乎都遭受过，在我的童年。然后就到了初中，然后我身边就开始孤儿院的那些人，然后以孤儿院为中心的，我们经常去他家去玩嘛，因为他家就离学校非常近，所以我们就可以很方便，下学就可以过去。孤儿院的小孩他们的家是什么意思？福利院，就福利院的，就他就有一个小房间嘛。就是政府提供的，政府提供他自己的宿舍，对，姐姐跟妹妹相依为命的这种。然后我们就经常去他家玩，然后我们村和隔壁就镇上另外一个村，他们俩有俩人是他俩搞同性恋，搞拉拉，然后我就觉得挺好，我也想搞拉拉，然后有一天有一个人就过来跟我意味深长的说，我不希望你搞拉拉，你知道这是一种病吗？当时说搞拉拉到什么阶段？是到了就是有一些性行为了吗？还是就是你做我媳妇？我从来不知道，初中上大学以前从来不知道拉拉怎么做爱。对，那你们怎么搞拉拉？就亲亲嘴拉拉手？我只能看到他们亲亲啊，就他们又不会当着我的面做爱 ，you know，we don't talk about it，就是我们不聊这个，然后性好像就是一个塔布，一个禁忌。对，然后虽然我是相对比较开明的想法，但是大家的这个都还在认知水平都还在那儿呢。然后虽然是北京，但是我觉得我是在一个相对闭塞的环境里长大的，对，没有大城市那么信息互通高度的。就是我爱人他的那个高中，他比我小6岁，他是一个城里的一个重点高中，所以他们对于拉拉就这种态度比我们开明多了。就是我虽然是北京，但是我们接受到那种信息是相当闭塞的，所以我也不知道拉拉怎么做爱。对，很长时间不知道异性恋怎么做爱，你什么时候知道的？异性恋怎么做爱？就你这个性启蒙，大概知道吧。性启蒙是怎么完成的？阅读、电影儿。
我父母就我爸家里有一个 VCD， 还不是 DVD 啊，VCD 放 VCD 里边有黄片儿，然后被我发现了，偷看是吗？对 ，OK， 对，然后就是日本 AV 啊，对对对，就是这种，然后就被我发现，就大概知道了。对，然后同性恋怎么搞，确实是一直不知道，然后一直是个谜，直到我上了大学，加了一个，我高中毕业加了一个拉拉群，然后他们在群里聊，就是说，哎，你跟你对象是怎么搞？用手还是用口啊？我当时就想，这口和手是怎么用啊？对，就真的是这样，就看上去也，但是也比较害羞啊。那个时候也没有脱敏，比较害羞的一个状态。对，反正就大概就知道了。对，然后上大学就进一步确定的知道了拉拉怎么做啊，因为我们做性教育嘛，做多了，大家就对也开始有实践了。而且那时候可能那个training materials 就那些资料、学习读物什么的，对，可能也都多了一些。对，所以就慢慢就也可以实践了。对，就知道了嘛。然后一开始做这方面的教育了嘛，然后就变得越来越专业。安全性行为，对，然后所以就是从一个恐同，初中恐同，小学很迷茫，然后到了高中就开始喜欢自己最好的朋友，然后就最后就很长一段时间我们就闹掰了。对，然后去年10月他告诉我他也结婚生孩子了。对，然后是直的还他是直的，不知道，反正就是他要完成一个结婚生孩子的任务吧，我理解是这样的。对，对，反正后来就是上大学，我们很多年也没有联系。然后是因为我们的恋情曝光了之后，就是我邻村的那个朋友，他就说：“你知道你这是什么行为吗？你们这是拉拉，你知道吗？”然后我心想，我就觉得是很不光彩的事情。然后在我高3那一年，然后我还就是他们就是我的2个最好的朋友跟我闹掰的时候，我真的觉得我的世界就崩塌了。等于你2个最好的朋友，你喜欢其中一个人，对，然后另一个警告你，你知道你这什么行为，你这是拉拉。对，所以就是说，我觉得整个性启蒙都是我自己给我自己做的。然后大学开始，有人开始来大学里面做这种同班教育，他们就是希望在大学里发现一些能够给别人做这种同班教育的人，结果他们就锁定了我。然后我发现了这个事情，我觉得特别好，因为我觉得以前在我们农村，大家对于什么流产、怀孕、意外怀孕，然后没有，那肯定是因为没有安全的性行为嘛。然后流产这些事情其实发生在我身边，所以我就觉得说，如果不是我是谁？那就是由我先来开始。于是我就开始，第1年是在学校打游击的方式在做这种性教育，因为你的社团不认可你，他也不会给你批场地，所以我就自己就是哪有个空的教室我就占了，然后叫一堆人来，然后给他们讲性教育。所以就是你选择做性教育这个公共参与，是你自己先有一些困惑，然后但正好有这样的机会，就是可以做这件事儿，招志愿者，你就很自然的就参与了。我就觉得中国太缺这样的教育了。对，然后包括我自己，对，然后他还是用一种就是去除刻板印象的方式在做性教育，所以我是认可他这一套理念的。所以我就开始做，然后那个时候就是在我自己的学校搞了10几场，再去校外我们当时叫这个给培训师的培训，叫 TOT， 对 ，Training of the Trainers， 对，所以我们当时不只在培训一般人，我们也在找这种适合做 trainer 的人。当时我到2013年，我已经是这个项目的西安地区的总协调人，13所高校吧，对。包括长安大学、陕西师范大学，还有一些3本，比如西安欧亚学院啊，这西安大学其实还蛮多的。所以当时就是我要定期给大家开会，去让大家回去去做自己的工作，然后给每个地方的社团去培训。所以当时我是做到了这样的一个角色，我就发现就是说，虽然大家都在长安大学读书，但是我是有组织能力的。对，然后就开始就继续去做嘛，所以后来也是因为发现了这个性教育，其实很多人做这个，但是他们都非常的异性恋霸权中心，异性恋中心，然后很多人很这种阳具崇拜，很爹，所以我就自己成立了西安 Relax 同学社，跟同学社的一些发起人一起去做。
现在回头看，就是从小学、初中、高中到大学，你自己的感受，就是我们说同性恋、女同性恋、女同、拉拉这个群体大概的一个比例，就是出柜的和没出柜的，还有就这个领域的，不管是自我启蒙维权，还是你彼此连接，它真正的市场需求有多大？如果说是从小学、初中那时候才2000年初啊，我记得那时候初中我还经历过非典。对，非典我们不封，我们就是村门口几个看守，没有疫情这么严重。我骑着自行车又不用上学，我到处溜达。对，就是我们乡村还是很自由的。然后我也没有感受到非典对我的影响。对，倒是疫情我感受到了一个非常直接的对我的影响。然后那个时候你看是20年前，20年前大家都不出柜，不流行出柜，就自己过自己的小日子，甚至有些人就是迫于压力又直回去了，跟男人在一起生活。对，还有中国有很大一部分群体会选择，比如说拉拉和 gay 这样的一种形式婚姻，我们叫行婚，简称行婚。这个很火的，包括现在有很多公众号天天发这种征婚启事。对，就是，但是我觉得比起行婚来，最让人深恶痛绝的还是这种，同质婚姻，同性恋和直人的婚姻，那我们就简称骗婚。骗婚的话，有很多是 gay 迫于传宗接代的这种压力，然后他们就骗一个侄女跟他结婚，所以这种女性叫同妻。也很同情他们的一些遭遇，所以同妻在中国其实是有点偏激进的女权主义者这一派，因为他们是对 gay 男同性恋深恶痛绝，因为他们自己有非常不好的个人体验，所以我觉得就是激女这一流派，激进的女权主义者这一派，他们的这种愤怒也不是没有理由的，他们的这种所谓的这种偏见也不是就是丝毫没有正当性的，对。那你如果跟一个 gay 骗你，然后还要给他生孩子，然后跟他在一起十几年，那当你发现这一切是个骗局的时候，你什么感受？你肯定会觉得各种受伤嘛，对吧？而且这些激进女权并不一定都是女同性恋，她完全是两拨人，她可能真的就是直接受到了男性的欺骗，或者她恨的是 gay。是，所以现在网络上就有这么一拨人是恨 gay 的。然后他恨 gay 的这个仇恨或者厌恶会扩展到恨直男，还是会恨男，还是就恨 gay 同性恋群体？对，恨就是他们 sometimes 就是有一些时候他们会把它就变成了对同性恋的一种歧视和偏见。对，就是这是现在就是激进的这些流派所存在的一些问题嘛。对。但是我知道我不能扮演这样的角色。就我觉得这只是社会运动中一小撮人他们扮演的一个角色罢了。我觉得我不能扮演这样一个激女的这样一个角色，因为我要尽可能团结，尽可能能团结的人，这是我的议程。对，所以到后来就是，我觉得现在啊，就是我们这一代长大的，就80一代长大的，90一代长大的，对同性恋的这种态度是越来越开放和包容的。所以希望就在这里，而不仅如此，在我们这个年纪我今年35岁，在我们这个年纪的很多拉拉，人家都开始成家立业，生孩子。当他们的孩子长大了，因为中国的所有的这种抗争，它是很家文化的，它是以家为核心的。好，邻居被抓走了，不关我事儿，我孩子受欺负了，不行。对，所以这个孩子长大，他本能的会保护他的2个妈妈或者2个爸爸。所以这一代人会改变中国，老头子都会死的，对吧？所以年轻人会改变中国。所以你说同性婚姻，我们有一段时间我们在努力的去推动同性婚姻，包括现在我们也在推动，但是我们其实是在叫什么？在借力打力。对，因为我们知道历史的车轮是滚滚向前的。同性婚姻合法的这个议程，只要不要走到俄罗斯那样，俄罗斯就是有反同性恋宣传的法案，甚至你开 gay 吧都要被刑事拘留，这种非常的严重。所以只要我们不要向老大哥俄罗斯去学习，那我觉得中国是有机会的。合法是一个
早晚的问题，或者说即便不合法，大家的生存状况、大家的法律权益在新的民法典的框架下是可以得到很好的约定的。因为中国虽然是一个很集权的这样的一个国家，但是中国也不是铁板一块，对，要不然这14亿人在那儿怎么生活呢？对吧？